乌军持续施压俄罗斯，特朗普鼓励泽连斯基大胆行动。乌军这段时间的行动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战果，被俄军占了好几年的金伯恩沙嘴重新升起乌克兰的国旗，下一个目标应该就是克里米亚。乌军一夜之间就敲掉克里米亚38个目标。泽连斯基还宣布乌克兰要开启一场40天的压力行动，目标就是逼俄罗斯结束战争。战场之外，英国更狠，在扣押俄罗斯的油轮之后，打算直接卖了船上的石油，卖油钱都砸到乌克兰身上，用俄罗斯的油养乌克兰的兵。克宫当场破防，却拿英国没办法。现在40天的倒计时依然开启，俄罗斯能撑住吗？金伯恩沙嘴之后，克里米亚又能撑多久？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南方防御部队在一轮猛烈火力打击之后，俄军被迫撤退，放弃了某些阵地，而乌军则把乌克兰的国旗插上了金伯恩沙嘴。虽然离完全收复还有一段距离，但这面旗插上去的真正意义不在于沙嘴本身，而在于它作为乌军的象征性存在，能极大的刺激俄军，尤其是沙嘴上被断了后勤的俄军。大家想想看，沙嘴上的俄军正在忍饥挨饿，可能还缺少弹药，甚至缺人。这样的状态下，他们在前线打着打着，一抬头发现对面插着乌克兰的国旗，这口气能咽下去吗？或者说他们的心态还能稳定吗？在高强度的对抗中，只要他们心里有一丁点动摇，就容易出错，一出错乌军就有机会。而且乌军对金伯恩沙嘴动手指向的下一个目标其实是克里米亚。乌克兰南方作战司令部毫不掩饰他们的意图，称总有一天乌克兰坦克将抵达战科1，而战科1就在克里米亚北部。从沙嘴到克里米亚直线距离不到150公里，乌军能切断沙嘴的补给线，就能切断克里米亚的补给线。最重要的是，乌军只要夺回这里，就能解除尼古拉耶夫的防御威胁，然后以沙嘴为跳板反攻克里米亚。所以金伯恩沙嘴只是开胃菜，克里米亚才是正餐。除了在战场上的推进外，乌军对克里米亚的无人机打击也没停过。无人系统部队第一独立中心、第20独立中心等多个单位联合开展行动。38个俄军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在一夜之间被挨个点名，打击目标包括3个沿海雷达站、新菲罗波尔的塔夫里斯卡火电站、塞瓦斯托波尔和新菲罗波尔的变电站，还有战科1的油库，还摧毁了库莫夫定据点的一门左232高射炮。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后果相当致命。克里米亚本来就面临燃油荒，许多加油站不得不关闭，现在电也没有了，几个火电站一挨打，克里米亚当即发生大规模停电，先是油，再是电。火力军很好奇下一个会是什么。其实乌克兰战术已经很清楚，不用急着跟俄军硬碰硬抢地盘，慢慢勒紧绳子，让半岛自己窒息，到时候俄罗斯怎么守住克里米亚？在这种节节胜利的节奏下，泽连斯基又加了一把火，是时候继续给俄罗斯上强度了。泽连斯基指示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发起一场40天压力行动，目标相当明确，迫使俄罗斯结束战争。虽然泽连斯基没有透露这40天行动具体要干什么，但我们看看最近几周发生了什么，大概也能清楚乌克兰的行动。莫斯科炼油厂被炸到停工，克里米亚的铁路桥被炸塌，半岛大面积断电。这场压力行动的内容恐怕会让俄罗斯人夜不能寐，普京的好日子大概也要到头了。为什么乌克兰敢在这个时候发起40天倒计时？有极大可能是因为美国在背后推了一把。一名乌克兰高级官员透露，特朗普在G7峰会期间私下鼓励泽连斯基对俄罗斯采取更大胆的行动，因为他觉得如果不给普京施加压力，普京绝对不会妥协。结合特朗普的态度，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次美国就是要让乌克兰放手干，能给俄罗斯上多少强度就上多少强度。只有面临巨大的压力，普京才会妥协。有了这份默许，乌克兰当然不再克制，这才有了40天的压力行动。而俄罗斯那边春夏攻势基本宣告破产，后方还被乌克兰的无人机按在地上反复摩擦。克宫也很头疼，不过他们还是找到了应对方式，只不过这个方式火力军只能说很有俄罗斯的风格。后院频频挨炸，说明是防空系统还不够给力，质量拉不上去，那就堆数量。管你是前线还是后方，先把防空系统调到莫斯科，优先保护莫斯科。乌克兰这还没怎么打，俄罗斯自己就玩出一种保卫莫斯科的感觉。然后是前线，思路和保护后院一样，既然推进那么难，说明还是俄军的人不够多，送去前线突击的炮灰还不够多，那我们就要继续扩军。瑟尔斯基透露，根据乌克兰掌握的情报，俄军已经调整了计划，打算在2026年组建新师和5个新旅，然后把乌克兰的北部战线再拉长160公里，迫使乌军分散兵力。但问题是，俄军真的能凑够人吗？扩军这套玩法，俄罗斯早就玩过了。2022年12月，时任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就宣布了一个宏伟计划，要在2023年到2026年之间组建17个新的机动师，把现有的5个海军步兵旅全部扩编为师，
还要重建莫斯科军区和列宁格勒军区。当时吹得天花乱坠，仿佛俄军马上就要脱胎换骨。现在到2026年了，17个师实际完成了几个？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帕夫洛·帕利萨此前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到2025年，俄罗斯真正开始组建的只有4个师，而且还全是形式上的。背后逻辑也很简单，缺人。俄罗斯连填满现有部队的人都凑不齐，哪里还能搞新部队？没有人，那些新单位就只有纸面上的名字，听起来很威风，实际上就是个空壳。所以听到俄罗斯要组建新单位的时候，火力军只想说一句，先把已经宣布的那17个师凑齐了再说吧。面对俄罗斯的新部队威胁，乌克兰方面的反应很直白，没事儿，我们也建新部队。明知道俄罗斯想分散兵力，乌克兰又不是傻瓜，靠现有部队硬撑，或者单纯给现有部队加人，然后让他们去守那160公里，根本不现实。增加人员只能延长1个旅的作战耐力，但无法让他控制更大的区域，所以建新部队就行了。比起俄罗斯，乌克兰这边的压力小多了。毕竟乌克兰走的是技术路线，又不靠人海战术，不用无休止、无底线的往前线堆人，关键还是无人机要到位。这场仗打到2026年，拼的早就不是谁人多了，拼的是谁更高效，谁更能用脑子打仗。而俄罗斯显然还在用2022年的思维打2026年的战争，所以他们的结局也注定了只有输。在战场之外，英国也给俄罗斯玩了一手骚操作，他们想用俄罗斯的石油来养乌克兰的兵。据《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正在认真考虑一个计划。此前扣下的影子舰队油轮斯麦托斯号上差不多有10万吨乌拉尔原油，这船违反了制裁，所以这些油现在合法属于英国。既然是自己的东西，那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些油给卖了，然后把钱都砸到乌克兰身上呢？英国方面还仔细算了一笔账，这批货市值大约3500万英镑，折合超过4400万美元，简直是大有可为。无论是直接打给基辅，还是换成武器送到前线，怎么算怎么划算。消息一出，克宫根本坐不住，这不就是用他们的钱来养乌克兰吗？那群官员一个个的全破防了，争先恐后跳出来指责英国这是海盗行为。其实真正让他们害怕的是，这件事一旦做成，那克宫这场仗就真的没法打了。英国官员已经放话，这次行动只是开始。英国方面估计，俄罗斯的影子舰队总共有超过1000艘油轮，如果每一艘都能被扣被卖，钱给乌克兰，那俄罗斯这些年赖以生存的能源出口收入还能剩下多少？而且英国不是独自在战斗，就在几天前，法国海军在西西里岛附近也扣押了一艘影子舰队油轮交付号。欧盟理事会已经决定扩大地中海伊里尼海军任务的授权，让欧洲海军可以登船检查疑似油轮，即使船长不同意也行。船被扣了本来就不好搞，如果英国这次成功了，成功卖掉石油，把钱送到乌克兰手上，那就给其他欧洲国家提供了一个可复制的法律和操作模板。每一艘被扣押的影子舰队油轮都可能变成下一笔俄罗斯给乌克兰的匿名捐款，然后变成乌克兰弹药打回俄罗斯。曾经俄罗斯偷运乌克兰的粮食，转手卖钱养自己，现在英国只不过是学了俄罗斯的手段，然后用在俄罗斯身上而已。这大概就是俄罗斯的报应。克宫还在发愁怎么反制英国，大洋彼岸的美国传来了好消息，给克宫脆弱的小心脏又来了一记重击，金琼有进度了。赫格塞斯正式宣布，金琼导弹防御系统的首次里程碑测试取得全面成功。测试中，系统用先进定向能技术的 DDAD 自主作战平台打败了所有威胁，包括模拟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而且全程都是自主完成。里根1983年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急了，说这套系统破坏战略稳定，因为它不仅能拦截导弹，还能在发射前就摧毁导弹。其实俄罗斯越急，说明美国做得越对，说明这套系统真的给俄罗斯带来了压力。不过呢，毕竟还是未来的事儿，金琼的路还远着，真正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正在抄乌克兰的作业。据 CBS 新闻报道，美国陆军部长丹·德里斯科尔宣布了一个大计划，未来6到4周内，美国将在本土建立至少2个专门训练场，精确模拟乌克兰战场的作战环境。不光是无人机怎么飞怎么打，还包括信号被干扰、通讯被切断、GPS 被压制，乌克兰前线每天都在发生的这些事，美国要在本土的训练场里1比1复刻。这和美国国情有关，因为美国国内法律对信号干扰有严格限制，导致目前的反无人机训练往往缺乏电子对抗环节。士兵练了半天打无人机，结果都是在理想环境里练的，无人机悬停在一个位置，你瞄准射击，然后就完事儿了。可真实的乌克兰战场是什么样？无人机漫天飞，电子信号乱成一锅粥，你可能都看不清楚敌人的无人机在哪里。这种训练差距在战场上是要拿命填的，所以美国干脆建专门的训练场，把法律限制绕过去，把电子战环境造出来。而且这训练场不只是给士兵用的，德里斯科尔说得很清楚，
训练场要同时接待无人机制造商和反无人机系统开发者，让造武器的人和用武器的人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环境里干活。开发商在现场看士兵怎么操作，遇到什么问题，士兵在现场试开发商的新装备，当场给反馈。研发和实战之间的那条鸿沟被这个训练场给抹平了，这也是乌克兰的快速替代逻辑。美国陆军这么做的另一个现实原因是白沙导弹靶场已经被挤爆了，需求太大，场地太少，排队测试的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堵成一团。新建2个训练场既是战术需求，也能缓解白沙导弹靶场的压力。就在美国猛猛推进各种项目的时候，德国却截然相反，他们叫停了 F-126型万吨级护卫舰项目。这个项目十分夸张，计划建造6艘 F-126护卫舰，每艘排水量超过1万吨，全长166米，是德国海军2战以来最大型的战舰。2020年立项的时候，这个任务交给了荷兰达门造船集团，预算大约是100亿欧元，首舰原计划2028年交付。项目是好的，结果一开造，事情就失控了。达门方面通知德国政府，船造不出来，既不能在约定时间内交付，也不能在预定预算内完成。如果继续推进，总成本将从100亿欧元飙升至超过180亿欧元。项目还没造完，成本几乎翻倍。至于船，2028年是别想见到了，等到2032年看看吧。德国政府尝试过挽救，从2025年开始，德国想让莱恩金属旗下的吕尔森集团接手，吕尔森报价152亿欧元，加上已经在达门合同下完成的工作，总资金需求还是超过180亿欧元。但真正让谈判破裂的不是钱，是吕尔森提了一个条件，要接手可以，但德国政府必须放弃对达门的所有索赔权利。这个要求给火力军看笑了，德国已经砸了23亿欧元进去，结果荷兰那边搞砸了，现在你接手还让德国放弃追责，怎么看都不对劲。到这一步，德国面临2个选择，不放弃索赔，项目就得黄；放弃索赔，23亿欧元就打水漂，还得再往里砸150亿。皮斯托里乌斯选择了前者，宁可忍了这23亿，也不能让一个烂尾项目继续莫名其妙地吞掉更多钱，更不能放弃追责的权利。替代方案也好说，德国预计采购8艘 MiKO A200 型护卫舰，由德国本土的蒂森克鲁伯海洋系统公司建造，首批4艘造价约63亿欧元，后续4艘约53亿欧元，总价约116亿欧元，首舰计划2029年初交付。MiKO A200 排水量约4200吨，不到 F-126 的一半，但德国海军司令已经确认，这艘舰完全能够履行德国在北约框架下的核心反潜作战任务。从10550吨到4200吨，从6艘到8艘，从180亿到116亿，德国用更少的钱、更快的速度拿到了能用且数量更多的船。德国能够及时止损，而且硬刚承包商坚持追责，这种魄力也不多见。和德国这边的果断不同，我们把视线转到中东，就会发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变成了伊朗唱戏的舞台。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先对着美国耍无赖，和美国签了谅解备忘录之后，又开始和阿曼扯皮。很多朋友应该都清楚，伊朗正在推进一个大项目，要对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征收安全、导航、环境及保险等服务费用。按照他们的逻辑，美国要求他们不能收过路费，那简单，他们可以提供服务。拿保险来说，伊朗已经成立了一家专属保险公司，要求所有过境船只必须购买伊朗的保险才能通行。只要买了他们的保险，就是接受了他们的服务。既然他们提供了服务，那收点钱怎么了？这是服务费，又不是过路费。伊朗方面还认真算了一笔账，如果这项收费计划落地，每年可以为伊朗带来400亿美元的收入。400亿美元，估计伊朗都要乐开花了。别的不说，起码革命卫队腰包又多了一笔进账。但伊朗忘了一件事，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水道，之前那么久他都没拿下想要的控制权，现在更不可能。在国际海事组织的协调下，阿曼动手了，直接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了一条临时航道，而且明确宣布不征收任何通行费。你不是要收费吗？我开一条免费的。你不是说只有你的航线安全吗？我这条航线经过国际海事组织认证，跟美国协调过，沿着阿曼海岸走，安全不安全，国际社会说了算，不是你伊朗说了算。伊朗当然不干，所以革命卫队立马发了声明，要求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革命卫队海军协调，也必须走伊朗公布的航线，不提前跟伊朗报备就等着挨打。如果走了伊朗规定以外的航线，伊朗表示那些航线很危险的，危险从哪里来，大家懂的都懂。这话翻译过来就是敢走阿曼的免费航道，我就要揍你。这边刚威胁完，伊朗就动手了，他们在阿曼海岸附近袭击了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的货船长利号。当时这条船走的就是阿曼开辟的临时航道，然后一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了船的右舷，驾驶台受损，万幸的是没有人员伤亡。在袭击事件后，伊朗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还假惺惺地发布公告，没在指定航线内航行，那后果要由船东、运营方、船长自行承担。
打完了还甩锅给受害者，谁让你不听我的话？这操作，霍利军只能说太流氓了。国际海事组织当场就炸了，秘书长阿塞尼奥·多明格斯宣布，立即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海员疏散计划。这个计划本来是要撤离超过 1.1 万名滞留在该地区的海员，结果伊朗一炸，上万名海员的回家路被堵死了。现在的情况就是阿曼态度也很强硬，我们的操作是按你们的谅解备忘录来的，帮助疏散滞留船只，而且不收任何费用，以后的任何安排都不会包括过路费。但伊朗拿着枪逼船只走自己的航线，甚至逼船只掉头。但这不是长久之计，每拦一艘船，国际社会对伊朗的耐心就少一分。伊朗除了得到一个高风险地区的标签，还得到了什么？反正过路费肯定是别想拿到手的，大概得到了全世界的抵制吧。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伊朗最后能收到霍尔木兹海峡的过路费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